最近在俄乌战场上，俄罗斯又一次被揭了老底儿。乌军从未爆炸的俄军武器上发现了大量的民用芯片，这些芯片厂商呢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英特尔、AMD、美光、德州仪器等等。而这情况呢也暴露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让人感叹毛熊的技能书实在是点偏了。今天呢，大兵就和各位聊一聊，作为继承了苏联70%工业体系的俄罗斯为什么会这么差。众所周知，俄罗斯的贸易市场受到多国的制裁，尤其是电子元器件方面，再加上他们不能大量的生产芯片此类精密的部件，所以导致大部分的俄军武器都非常依赖进口电子元器件。不过这样做呢也是有优点的，那就是民用电子元器件数量很大，库存量大，来源丰富，其他国家没法完全禁售。其次呢，一些民用的电子元器件性能也比较先进，而且设计的也很好，做工也比较精密。比如说俄军的弹道导弹就使用了6家美国公司制造的电路板和计算机等电子元器件，龙卷风300毫米远程火箭炮的惯性制导则使用了美国制造的光纤陀螺仪。至于俄罗斯军用通信系统、巡航导弹和防空导弹以及新型坦克，更是大量使用了美国、德国、荷兰、韩国和日本制造的关键电子元件。据了解，俄罗斯曾经采购了大量的民用电子元器件用于制造武器装备。虽然目前欧洲多国对俄罗斯实行禁运，但是他们还是可以通过其他公司获得电子元件的，比如说从捷克、塞尔维亚、印度、亚美尼亚和土耳其等国家获得各种商业电子元器件。但是俄军使用大量商业和民用电子元件制造武器装备却存在着巨大的缺陷，那就是这些电子元器件无法承受军事级别的强大电子干扰。一旦对方有强大的电子战能力，那么俄军的很多武器装备就有失灵的可能性。因为军用芯片相对于民用芯片来说更需要稳定性和安全性，而且必须具备在各种极端环境下稳定运行的能力。打个比方说，如果常见的车载电脑设备能承受的温度在55度，那么坦克装甲车的车载电脑就要承受环境气温55度以上的能力，比起民用机肯定是要强很多的。各国在军用电脑系统方面，大多数还是沿用商用操作系统，只是做了一些加固。比如说之前就有媒体爆出，英国航母使用的操作系统居然是 XP， 不过这些航母军舰的 XP 系统和我们10几年前用的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就是魔改的 Windows 2000，但是由于是军用，所以进行了特殊优化，也去掉了多余功能，增加了部分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出问题的概率。毕竟大型军舰的服役时间最少都是几十年起步。那么我们回到俄军大量使用民用电子元器件这件事情来讲，其实呢，俄罗斯的电子技术并不算很落后，最大的短板就是芯片，因为他们的电子工业主要是为军事服务，而军规芯片属于垄断性产品，所以导致民用电子产品缺乏竞争力，很难出现很好的产品。也因此，俄军的主要装备，例如综合电子干扰战，就采用了俄罗斯国产芯片和进口日本民用芯片相结合。不仅如此，就连俄罗斯的军事指挥电子战信息系统和控制系统也都主要采用商业芯片，这也是俄军装备上的最大缺陷。而多国对俄罗斯的禁售，再加上他们的工业体系大多是重工业，这就导致俄军根本无法大量装备新型装备，在入侵乌克兰时只能启用苏联遗留的武器装备和弹药。这也就暴露出了俄罗斯真正的缺陷，那就是去工业化。比如说，在过去的10年，俄罗斯就为俄军生产了数百辆 T90 型坦克，而苏57此类技术含量较高的战机年产量只有1到2架。据统计，在2020年，俄军只收到了21架飞机，其中包括10架苏 35S、4架苏34、2架米格35 UB 战机、4架雅克130教练机。那么为什么苏联解体之后呢，这么多年俄罗斯的工业都没有恢复过来呢？首先我们要承认的一点是俄罗斯和苏联那是2个国家，苏联解体了，俄罗斯只是继承了苏联一部分的工业体系，而苏联的解体呢，却是导致俄罗斯在内的15个独联体国家工业崩溃的第一步。当时苏联搞的是计划经济，工业体系按照计划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大家分别负责自己的那一块，然后按照中央计划统一生产。当苏联还存在的时候，这个体系呢，能像一台庞大的机器一样动起来。
你是我的下游，我是他的上游，拼在一起就是苏维埃。解体之后呢，地域性的计划经济碎了一地，原本成熟完整的工业体系被砍成了好几块，俄罗斯继承了大概70%。或许有些朋友觉得70%很多呀，是个大头，但咱们上面提到过，当时苏联是统一生产，每个区生产的东西都不大一样，而系统分家又不是分大饼，一人一块还能吃，系统分了那就是整体性的垮塌。毕竟一个系统被拆走了30%零件还能运转就已经很不错了。更麻烦的是，冷战发展到顶峰的时候，苏联把军工企业的分散布局作为国防战略严格推行，工业化布局是彻底的分布式的，也就是说，让你生产坦克履带，你就只能生产履带。当时苏联的造船业在乌克兰，信息产业在白俄罗斯，航天工业则在哈萨克。至于消费品工业和轻工业，那就是波罗的海3国的事情了。甚至连成品装配厂和零部件生产厂都建在不同的区域。这样做带来的好处是，可以避免敌军入侵或者集中性战略进攻带来的损失，同时还可以平均的在国内各个地区实现工业化，保持国内均衡发展。当然了，在苏联解体之前呢，这种方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解体之后，这种布局就变成了4分5裂的镜子。虽然都有一点，但是都没有办法回到自给自足的闭环体系，因为工业化本身是一环套一环的，少一环那就需要补上。但是分裂的各国并没有维持自己一环的能力，这就导致出了这个国家的整个产业都会出现问题。就好比几个朋友合伙买一辆汽车，因为谁开发生了矛盾，最后把一辆完整的车拆成了一堆零件，每个人拿几个，结果就是谁也没法开，零件只能当废铁卖了。这让大兵想起来之前看到过一个冷笑话，要完成一艘瓦良格号航母需要什么样的条件？黑海造船厂的厂长马卡洛夫说，苏联党中央、国家计划委员会、军事工业委员会和9个国防工业部、600个相关专业、8000家配套厂家，只有苏联这样的国家才能快速完成它。咱们抛开前几项不说啊，就说那8000家配套工厂，苏联解体后成了15个国家，这些工厂呢也同样分散在这些国家里，而独立的国家呢只有生产单一配件的工厂，维护这样的工厂呢完全没有意义。由于俄罗斯继承的最多，所以导致工业直接昏死过去，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俄罗斯生产链条直接断裂，原本严丝合缝的供应链全部乱套，工业体系直接就完蛋了。而俄罗斯在失去了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些做配套的精华所在地，已经没有办法再建立起一套高效的重工业体系了。最简单的比较，苏联有航母制造能力，但俄罗斯连制造航母的船坞都没有，因为苏联的航母制造点是在乌克兰境内，所以解体后呢，这个能力是乌克兰继承的，并不是俄罗斯。最让大兵绷不住的是，俄乌战争期间，多国对俄罗斯进行技术封锁和武器禁运。1700多万平方公里的俄罗斯居然无法为小小的豹图 M 护卫舰生产动力包。要知道这款护卫舰的排水量才949吨，所以很多人总觉得俄罗斯是小号苏联，但真实情况是完全不是。苏联解体之后呢，俄罗斯负责改革的那一小撮人并不谨慎，叶利钦上台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曾试图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的转型。当时他的500天计划将60%的国有资产以股份的形式平均分配到了每一个俄罗斯公民手中，而当时的恐慌情绪之下呢，公民纷纷把手中的资产券变现，兑换成了外币、黄金，甚至是面包。然而这种行为呢，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恐慌，最后卢布的购买力彻底崩盘。到了1992年10月，这时候的1万卢布就只够买一双皮鞋了。同时，苏联4万多家国企中呢，大部分都被私有化了。但除了利润丰厚的能源等产业外，其他产业都被转卖或者是废弃了。因为经营这些产业是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投资回报周期太慢，这一点却导致俄罗斯在最短的时间内损失了大量的国有工厂。最重要的是，他们彻底丧失了发展工业的可能性。其实，按照苏联解体之后的牌面，稳扎稳打一定不会现在这个样子。因为即便是传说中苏联经济困难的1989年，它的人均 GNP 还是9211美元，这个数字即便放在今天也仍然高过一些国家。如果非要做个对比的话，大概能达到美国的一半。
所以在大家都搞工业化，他们却在去工业化，最终制造业就会越来越薄弱。并且俄罗斯当时还存在另外一个错误，那就是对风险毫无评估的情况下，完全开放了进出口市场。要知道，工业体系的建立是相当困难的，但摧毁却非常简单。而一夜之间开放进出口市场，一定会被按着打。尚处在萌芽期的俄罗斯民营工业被迫面对早已经成熟完善的外国工业，导致别国能造的东西我都能造。但相比之下呢，俄罗斯的产品会差很多，迅速被市场淘汰。用家用汽车做例子，70、80年代苏联街上还跑着仿制的老式车型，别国成熟且新颖的产品进来根本没有竞争力。毕竟没有中央计划委员会，就等于没人管你的生死了。自产的东西卖不出去，那就只能等死了。没有资金和订单维持企业运营，那么产业就保不住了，人才也会流失。而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就更加需要大量资金维持。但是企业的资金来源无非就2种，一是国家财政拨款，二是订单，其中包括国家订单和民用订单。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根本没有充足的财政和订单来支撑重工业的维系，俄联邦政府也没有能力加大研究投入，科研投资只占总预算的 0.5%， 军费也减少了 75%， 导致军工企业生产能力下滑，军火订单减少 80%。而每年生产的战略导弹从115枚降至10枚，坦克从1600辆下降到5辆，飞机也从470架降到了20架，弹药生产下降 93%， 几百家企业彻底关门，4家核潜艇制造厂有3家停工，8家导弹火箭企业全面停工。至于民用的市场订单，咱们上面已经说了，早就被别国企业抢光了。这种恶劣的情况下，再加上外部的针对，俄罗斯多数高端重工业技术设备无法维持。举个例子，生产图160战略轰炸机需要用到大型电子束焊接装置，这玩意儿呢是苏联70年代就已经有的设备，但是由于苏联解体，喀山飞机制造厂没钱维护这套设备，到了2015年有了财政拨款，才在2年后恢复了这套设备的运行。并且当时不只是设备和厂房不断被废弃，各界的人才也有很大的流失。上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每年约有10万多名科研人才流失国外，这也导致工业方面的人员培养出现了可怕的断层。当时俄罗斯的军工从业者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56岁，总工程师也大多数是一群80、90岁的老人，所以第2梯队是不存在的。一旦这批人去世，将面临无人可用的局面。目前俄罗斯除了能源以外，在国际市场上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只剩下苏联遗留的武器装备和技术了。大兵认为俄罗斯的竞争力只剩下了能源了，这句话呢说得相当准确，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原材料提供国，在苏联解体之后的衰落也是回归它应有的位置。至于一些人认为俄罗斯应该是一个工业和经济强国的看法，那只是斯大林和苏联留下的错觉而已。就像印度自己内需都不够，还要出口农产品一样，现在这些资源是俄罗斯能拿出手的，未来他们的路会越来越窄，毕竟能源再多也有用光的时候。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讨论。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